您说在爱情中，劝您早睡的人更爱你，还是陪你熬夜的人更爱你呢？陪你熬夜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但劝您早睡的人，我知道肯定有这匹来自天涯的马。这个抖音的睡眠提醒，大家都看过了吧？视频里的场景可是真实的哦。这就是位于新疆的安基海大峡谷，这里是完全免费开放的，被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峡谷。具体有多危险，你看看这条车辙你就知道了。刀削斧劈的崖壁，站在悬崖上向下望去，能让人瞬间脊背发凉。如果这个时候再想起那首让人闻风丧胆的小白船，能让你瞬间对身边所有的人失去信任。这时要是有人问你，您看我还有机会吗？你一定要跟他说有，年轻人，机会都是你的。他要是再说点个赞关注我呗，什么都别说，立马就关注他。关注完，我和您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大家注意一点就可以了。不过这里的风景是真的美，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将平整的大地切割开来，形成了错落有致的沟壑。这里色彩丰富，让人叹为观止。安基海大峡谷以其险奇而著称，是值得大家亲自来看看的。这里位于乌鲁木齐通往伊犁的路上，乌鲁木齐出发，走硫磺沟上 S101，沿途五彩丹霞，美不胜收。快到独库公路时，就到了安基海大峡谷了。这段路和沿途的风景完全免费，自家首选，有机会规划一下吧。马在中国文化里面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要不怎么说当代的打工人怎么从以前的白领精灵变成了现在的牛马呢？世界上拥有汗血宝马最多的人就是咱们新疆人，他是野马集团的创始人程之峰先生。今年10月份我们举办的篝火晚会就是在他的院子里，他给我们当了1个晚上的摄影师，追溯中国马的故事，离不开一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辉史。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曾经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深度连接。张骞历经艰辛，带回了西域大元马的消息。这种马身形矫健，耐力惊人，被汉武帝视为天马，这就是现在的汗血宝马。爷爷马蹄踏过的地方叫疆域，汉家商队迁回了汗血马。程之峰董事长第一次见汗血马是在中东，他喜欢摄影，中东贵族的豪车和汗血马一起奔腾的场景震撼到了他，憋着一股劲儿，他心想一定要把这么漂亮的马给带回来。就这样一批一批，他现在就成了天下第一马夫。马上马年到了，接着程总的马，祝大家马到成功，龙马精神。来，我们看一下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到底甜不甜啊？甜。甜是真甜，不过现在还是有点酸。葡萄成熟一般是7月份，但葡萄沟里面的要到7月中下旬。最甜的葡萄之一是无核白，也就是传说中的小蜂蜜。大家再等等哈。刀郎没有当过兵，他为什么有这么重的军人情节？他翻唱的《驼铃》，一句送战友他真诚，唱出了多少钢铁之躯。这首歌已经成了退伍送别的御用歌曲。这一切源于他的哥哥。刀郎家里一共4口人，爸爸妈妈还有2兄弟，哥哥大他5岁，在哥哥17岁时去西藏日喀则当兵。在此之前，他们的感情一直不好。哥哥当兵期间2个人分离，刀郎和哥哥的联系才多了一些，慢慢感情变融洽。后来哥哥退伍回到家乡，2兄弟因为一些事情大打出手，哥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可这一走就是再也没回来。几天后噩耗传来，哥哥因意外车祸离去。此时当哥哥永远离开，刀郎才感觉到哥哥对于他多么的重要，悔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哥哥的离去成了他终身的遗憾。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兄弟，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而歌曲《驼铃》这个名字也意味深长，在沙漠之中行走的骆驼，脖子上会挂一个大大的铃铛，一走路叮叮当当的响。这一方面可以驱赶野狼，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沙尘天气引领方向，防止走散。长风大漠，黄沙弥漫，驼铃声响，动人心弦。孤寂的沙漠中，驼铃声相正着希望。路漫漫常分手，一同走过沙漠路，听过驼铃响的感情便更加真挚。如果你也想感受在茫茫沙海中驼铃响起带来的震撼，就来新疆吧，塔克拉玛干沙漠欢迎你。
武进大哥加油，注意安全！终于到我们车队的赛车了，长城火炮加油！长城火炮加油！王老师演唱会全场大合唱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是《西海情歌》。徐子阳。这首歌你会唱吗？先听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您就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西海情歌》是到郎老师在青海完成创作的。其实青海湖也被称为西海。这首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男孩和女孩是两个来自南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俩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走进偏远美丽的可可西里。女孩被安排在人比较多的藏羚羊观察站，男孩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的戈壁，雪山下的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男孩所在的沱沱河观察站只有一顶干净整洁的帐篷，那里最低温度可以达到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喀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莫哈纳村西头10公里的中国西几市杯会出现全年最晚日落。夏至，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全年白昼最长的一天。而在我国的最西端，自然就会出现我国最晚日落。在这里，夜晚11点30才开始天黑。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在北回归线附近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观。夏至也意味着物极必反，从今天开始，白昼逐渐变短，黑夜渐长，但真正的夏天才算正式到来。夏至起，暑气越来越重，也就是进入所谓的3伏天。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特别是来新疆玩，更要做好防护。今天是6月21日，夏至一至，在这个最长的白昼，愿能与大家天长地久，愿所有人长夏安康，愿你与我万事顺遂。多年以前，又是在遥远的异地。多年以前，又是在遥远的异地。今年春晚又在新疆举办了，新疆开始与辽宁沈阳、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共同成为春晚的分会场。新疆会场的第一个节目，那必须是新疆舞啊！大家最期待哪位新疆明星上春晚呢？希望谁在开始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绎呢？迪丽热巴、古力娜扎、佟丽娅、哈尼克孜，还是谁呢？大家来评论区投个票吧！
这么多年了，新疆的宝宝心里苦啊，只能忍着，没地方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对新疆来说绝对是值得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电商平台某宝上线了新疆包邮频道，点进去赫然写着“全疆包邮，不发必赔”的字样。你们知道，自从有了电商，我们就被戴上了偏远地区不包邮的帽子。江湖流传，新疆之大，快递都害怕。确实，他们说到做到，说不包邮就不包邮，导致我们想线上购物还不包邮，这委屈谁能受啊？不包邮就不买，结果千挑万选就放弃了线上购买。现在全疆包邮的频道终于来了，这值得为宝子点个赞。另外提醒一下各大物流、各大电商，新疆发展潜力可大了去了，赶紧跟上，别掉队了。在新疆的草原上出现了神秘的草原食人，这些草原食人主要来自于新疆伊犁昭苏县和阿勒泰地区的草原，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虽然看起来高矮胖瘦各有不同，但其实只分为2种，一种叫萨木特食人，以清河县萨木特木地食人最为典型，特点是只注重表现脸面器官，圆脸、圆眼，鼻子呈三角形，颧骨明显，大嘴。另一种则叫开纳尔食人，以阿勒泰市开纳尔木地食人最为典型。食人不仅雕刻出了脸部，有的也雕刻出了手臂、圆形或桃形脸面、方之鼻、小嘴。由于这2种食人主要发现于古墓地附近，因此我国最早发现这种食人的清末旅行家许嵩认为他们是墓葬的附属品，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谁造的，又或者是做什么用途的。草原食人也还是亚欧草原上10大未解之谜之一。这些食人不仅在新疆有，包括内蒙古、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诸多国家领土上都有发现。但是考古学家在仔细研究过这些地方的历史后，并未发现关于其工农的记载，所以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判断。大家猜猜这些石头人是做什么的呢？新疆发生了6级地震，位于新疆的阿图什阿合齐县，网上流传了一些房屋倒塌的视频，是假的。这次地震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有些人好奇，6级地震到底属于什么程度？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正常来讲，6级地震属于中强地震，这不算小。可不是6级地震本身不危险，但地震的破坏程度要结合震源深度、震中位置和当地的建筑质量综合判断。新疆阿图什属于地震高发区，地处南天山地震带西端和帕米尔湖地震带，这里发生地震的概率高很多，所以当地的建筑都属于抗震房，要符合一定的抗震标准。同时，地震的预警及时，群众避险得当，所以没有人员伤亡。大家平时也要多学习一些防护措施，常备一些应急物资。我大学毕业，你让我摘哈密瓜，我不可能摘，摘的就是哈密瓜。我身后就是火焰山，我现在就在吐鲁番，吐鲁番头茬地里的哈密瓜马上就要成熟了。大家看，这种瓜麻纹发白的时候，底部发白的时候，它就成熟了。这个差不多有1星期就好了。大家都知道，新疆的哈密瓜是非常甜的，大家想不想尝一尝头茬的地里的瓜呢？
有位朋友说新疆都挺好，就是酒店太差了。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新疆高级一点的酒店是什么样的。你好，你这最好的房间给我看看。你有办理入住吗？不住，我去看看。行，这边请。您看我们这些废肉颜色是不是不一样的？对，有点偏黄。这些废肉都是用纯天然彩棉制成的，没有经过染色。我们的窗帘、还有灯、还有电视、马桶全是智能的。房间里的所有设备都是由小度语音控制的。小度，小度，我在，关灯，已关闭灯。那我们普通的房间也是这么智能吗？是的，只不过面积小一点。这个酒店确实不错。实际上，新疆今年规划建设的星级酒店有140多家。随着酒店数量的增加，酒店的服务标准以及性价比都会有质的提升，大家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新疆玩哦！还有什么？你知道新疆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吗？如果你有机会来新疆，按我说的走，肯定不会后悔。现在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奇妙之旅，来看中国风景天花板新疆的盛世美颜。这条9日北疆大环线结合北疆美景以及游客的综合人气口碑绘制成的，全长30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出发，登上都库公路，跨越天山山脉，漫步伊犁河谷之后，北上抵达阿尔泰山脉，最终穿过整个准噶尔盆地。全程经典 IP 深度体验，绝对的大气恢宏，美景不断。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启程，在独山大峡谷登上著名的都库公路，之后从乔尔玛进入百里花廊坦布拉草原。第二天从那拉提镇前往中国第2大草原巴音普鲁克。广阔的草原湿地，您既可以看到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可以看到凯都河9区18湾的壮美日落。第3天来到网红草原那拉提，感受一下那拉提的养蜂女所在的草原风光是何等的优美。第4天走入霍城薰衣草庄园的紫色花海，体验普罗旺斯的法式浪漫。之后跨过果子沟大桥，来到新疆天山的明主赛利木湖，来一趟360度的环湖游玩。第5天换个口味，前去丰城乌尔河，观看中国最美的雅丹魔鬼城，体验大美新疆的粗犷之美。当天抵达布尔津，观看五彩滩的最美日落。第6天进入到新疆的神景风景区喀纳斯，深度游玩，穿过喀纳斯河谷，登临观雨台，俯瞰神秘的喀纳斯湖。第7天从喀纳斯区童话村和睦，第8天在和睦村让梦幻的城西中苏醒，最后一次品味到北疆的绝世风景，然后踏上返程。第9天从北屯踏上阿兀高速，这是新疆首条沙漠高速，横穿整个准噶尔盆地，抵达乌鲁木齐，结束我们的北疆之游。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作为一个新疆人，我苦练了10年，练成了如今的普通话。没想到最后你们说喜欢听能言文，我也不会呀。勉强跟你们说一个吧，我支持你，你的后面我在呢，你很有文采呀，你的肚子里墨水有的呢，你不要再缠着我。朋友，你不要像泡泡糖一样在我后面站着呢，我要掐死你！我现在一点点空气不给你，一点点空气不给你。新疆人的名字到底有多长？你平时听到的古力娜扎、迪丽热巴、尼格买提都不是他们的全名。我们的名字里面是没有姓氏的，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父亲的名字组成了我们的全名，其中用一个点分割，父亲的名字在后面。例如，一个男孩的名字叫阿迪利，他的爸爸叫马尔丹江，他的全名就是阿迪利马尔丹江。有人说，这意味着父亲永远站在我们身后，保护着我们。有时候父亲一个人不太够，爷爷还会站在父亲后面。就像阿迪利马尔丹江买买体，如果还不够，那也不能再加了。再长的话，上课老师光点名了，考试我们就光写名了，点完名
就该下课了，写完名字就该交卷了。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姑娘结婚，房子、车子、彩礼都可以没有，但黄金首饰一定得有。新疆人到底有多喜欢黄金？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都非常喜欢，可以说是有点着迷。不仅是喜欢黄金，甚至金色都非常喜欢。看我这个房间，壁纸、沙发、相框，连灯都是金色的，各种餐具、器具也都非常喜欢用金色的。结婚的话，要买所谓的3金，戒指、耳环、项链，也有的再买一个金手镯，当然也不用太重的。再就是买个纯金的手表啊，是吧？像我拍视频能用得到的，买个金帽子啊，然后买第2个金帽子啊，带不带钻都行哈。然后金腰带呀，金高跟鞋呀，出行不用买车，买个自行车是吧？黄金的等等吧，就象征性的买就行。我哪有掏钱包？开玩笑的，就简单的3金5金也就够了。感情真好，什么都没有也无所谓。但是新疆人喜欢黄金是真的哦，有一些豪气的，在婚礼上真的是能看到满身的黄金，一身几10万的黄金也是很正常。而且这边的黄金店非常多，款式很华丽，做工也非常的好，最主要的价格还便宜。后面我找个机会好好给大家拍一下看看。还有西马达西，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新疆，这10种新疆美食一定不要错过。第一个，新疆抓饭，香甜软糯的米饭搭配软烂入味的羊肉，再来2串烤肉，这个味道绝了。第二个，新疆烤包子，酥脆的外皮，扎实的肉馅儿，丰富的口感，非常奇妙。我是一个看到刚出坑的烤包子迈不开腿的小姑娘，真的好吃。新疆遍地都有烤包子店，但每一家的口味都不一样，可以多吃几家。第三个，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味道香辣可口，汤汁浓郁，鸡肉鲜嫩入味，有浓郁的西域风情。第四个，烤鸽子，新疆人特别喜欢吃鸽子，别看个头不大，但是真的香。第五个，馕坑肉，跟烤包子一样，每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可以多吃几家。第六个，新疆馕，阿布拉江馕特别好吃，每天门口都有长长的队伍，想着买刚出坑的热腾腾的馕。第七个，包皮包子，皮薄馅儿大，一口就榨汁儿。在这里重点说一下，新疆的羊肉是肥而不腻，肥而不腥，特别好吃。第八个，缸子肉，就是清炖羊肉，汤鲜肉美，再泡一个馕，就是一顿朴实无华的早餐。第九个，炒米粉，就是新疆丫头的白月光，有油炒和姜炒2种，一定要来试一下，你就知道不是米粉和爆辣才是绝配。第10个，锅油肉拌面，面条韧劲十足，姜汁香浓，让人吃下一口又有想吃下一口的欲望。最后强烈推荐感受一下小臂一样粗的红油大串，饭量小的一串就顶饱。最后说一下新疆的吃饭时间，早饭是早上9点到10点，午饭是下午2点到4点，晚饭是晚上8点以后。新疆唯一一条通往俄罗斯莫斯科的定期客运航线将在4月28日起正式复航，这是自2019年11月该航线停航以来首次恢复运营。航线每周3班，从乌鲁木齐到莫斯科只需要1个小时15分钟。去年开始，中俄就开放了相互免签政策，去俄罗斯旅行手续非常方便，去俄罗斯旅行的价格也非常优惠。但现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大家也比较担心，真心希望战争快速结束，世界和平。新疆人的家里都这样，会摆满满一桌的好吃的，这个叫嗓子啊，这个叫 K 和掐，还有很多的干果。不过我还是喜欢吃这个西梅干。新疆的西梅干肉厚糊小，而且非常的甜。西梅干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和山梨糖醇，年轻人、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最近过节了，给大家2包10几块钱包邮，给大家选的都是又大又好、高品质的，带回去尝一尝吧。在新疆，怎么样把一只羊变成好吃的羊肉串？先抓羊。今天我们在克拉玛依的院子，这里有羊有牛，还有一大片的果园。看这个账房有140平，坐个30-40人没问题。朋友们来新疆可以到这里做客。怎么样烤羊肉？不糊又好吃。让我们赵哥讲一讲烤肉的技巧。
我们烤肉的时候，这个手要不停的来回把那个肉和油渗到肉的里面，手法特别关键，要把这个油渗到肉里面以后，这就不太容易着火。而且我烤肉不加水，加水它味道不好吃。你看现在这个肉亮不亮？这样肉烤出来的肉比较嫩。怎么样判断这个肉熟了没有？现在这个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你看没红色了，这是已经6成熟了。哦，看它的颜色，看它的颜色，烤到6成熟就可以撒盐了，不能烤糊，颜色又好看又香。现在焦黄，蛮好的。好香！这是只放了盐，自然辣椒。好啦，大家关注我，来新疆了，我给大家烤肉串。老师，这是教你去快快回家。刀郎老师是怎么样对待他的粉丝的？朋友们，让我们为刀郎老师点赞。前2天有一个刀迷发了一个视频，说现场大屏幕的歌词只有1行，在现场有时候歌词不熟悉，很容易跟不上，建议刀郎老师改成2行歌词，像 KTV 一样，这样大大小小唱歌就会更起劲儿了。这视频也就发了4、5天，没想到刀郎老师真的看到他的视频，而且真的现场改成了2行。你们知道这次现场有多震撼吗？全都是大家合唱的声音。刀郎老师真的是用心在对待每一个爱他的刀迷，刀郎老师被大家喜爱是值得的，为刀郎老师点赞。华为开发布会了，网上铺天盖地一片讨论。不过我认为华为也好，苹果也好，各有所长。华为是国货之光，购买华为我推荐最新款 Mate 60 Pro， 而苹果也伴随大家多年，购买苹果我推荐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阿克苏的冰糖心马上要上市了，那阿克苏的冰糖心为什么好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糖心，糖心形成的原因有3个，第一是苹果含糖量高，可达18%。第二是由于阿克苏地处天山脚下，海拔高，天山山脉阻挡北风，每年平均气温11.4度，果树能安全过冬，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天山雪水灌溉，而且雪水中富含丰富的矿物质。第三，阿克苏苹果采摘时间严格控制，苹果有充分的生长期，使糖分聚集在果心，最终诞生了深受大家喜爱的阿克苏冰糖心。什么时候可以买得到呢？一般情况下，阿克苏苹果是下了2次霜之后就会出现冰糖心。每年10月中下旬，苹果口感会更甜一些。10月底到11月初是采摘的最佳时间。大家想吃正宗的阿克苏冰糖心，点个赞，关注我，再等等哦。用囊言文打开三国。朋友，杯子那个举起，我们3个嘛，一个头地上课，以后嘛就像抓饭里的胡萝卜和黄萝卜一分不开。二弟，拉皮子多多，吃了一样红红的脸，来，哥哥给你擦一擦。何不早说呢？三弟，囊坑包着一样黑黑的你，钢丝球一样的胡子油着呢，来，哥哥给你剪一剪。哎，我的朋友，以后你们的后面我在呢。哎，朋友，谁说我们新疆人不懂三国杀？这都是我在《三国志战略版》这个游戏里面攒下来的学问，跟真正穿越到三国一样的嘛。里头天山松林、塔克拉玛干式的沙漠、博斯腾湖式的湿地、帕米尔高原式的丘陵，啥地形都有。走着走着，暴雨哗啦啦，到了那个沼泽，就那样陷下去了。半夜偷摸起来一看，艾比湖冻成冰溜子了，细节带得很嘛。边玩边学三国典故，还攒了一肚子兵法。家门口罗布泊时，湿地瘴气一冒，对面的骑兵跟吃了把大木卡嗓子似的倒一片。我妈工兵埋伏在芦苇荡外头，8万工兵把10万铁骑收拾的跟馕坑烤包子一样服帖，逮不逮？哎，怎么吃个馕的时间外头来了这么多人？哎，我讲司马老哥的兵马黑压压的像葡萄架上的蜜蜂。哎，马谡那个巴郎子马脑子烧掉了，害得我只能把城门马开得比烤馕坑还敞亮。哎，我讲司马老哥，城门口的烤全羊架子我都摆好了，来啥？快撤！撤！
德令哈一夜燃炸了吧？赵天伟的和声你爱了吧？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她是我们新疆姑娘，她是新疆昌吉人，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创作音乐人。她有很多自己演唱的歌曲。其实07年，她就已经为刀郎老师伴唱过《德令哈一夜》。这段伴唱是《德令哈一夜》这首歌曲的灵魂。曲子翻身浓入把歌唱选段，雪山呐、闪银光，雄鹰啊，展翅飞翔。面对困苦和磨难，我们应该再忍一忍，等一等，谁都有闪光的地方，还有很多美好你没有看见。走出来，另一番美丽新天地在等你。赵天威的声音把这一切诠释得恰到好处。我再讲一遍，哈密瓜要选网纹粗的，网纹密的，下面这里要白的，这样的就甜。想吃真做新疆哈密瓜的，来我直播间吧。有人说中国人不会吃西瓜，西瓜皮都丢掉，瓜皮我就扔了啊。还说瓜皮是腌制好料，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中国是唯一实现西瓜自由的国家。在日本，一个普通的西瓜要上百块，连西瓜皮都能上架卖。韩国也一样，中国能实现西瓜自由，全都要感谢这位吴明珠奶奶的付出。80年代前，西瓜皮厚瓤白，又苦又淡。为了能改良品种，25岁的她放弃了流经的机会，来到了当时环境特别恶劣的新疆，顶着40、50度的烈日，走遍了天间地头，用62年的时间培育出包括麒麟瓜、红心脆、香梨黄等30多个优质瓜种，还培育出了最甜的西瓜品种8424西瓜。可以说，我们吃的80%的西瓜都出自吴奶奶之手，真正实现了西瓜自由。如今90多岁的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忘了自己的名字，却还记得西瓜。她说：“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甘甜献给人民。”如果你也喜欢吃西瓜，请给西瓜之母留下一朵小花花。吃瓜不要忘种瓜人，致敬吴明珠奶奶。最近2年，新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居然出现了成片的神秘湖泊。这些湖泊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宛如一条条巨龙，极其震撼。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骆驼见了都要绝望的地方。可如今，这些成片的湖泊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茫茫大漠有机会变成塞外江南吗？原来2022年，新疆地区出现了10年来最大的降水，塔里木河水量明显增多，漫溢到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很多湖泊，像河流一样，场面非常壮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高温造成的。高山区冰川积雪融化，导致河流水位上升。有人说了，何不趁此时机用飞机播撒草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否能变成绿洲？答案是否定的。沙漠变成绿洲，并不能靠1、2次暴雨降水来实现，而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依靠现有的塔里木盆地内的水流系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怎么才能解决塔里木盆地缺水的问题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我现在在中国最西端的草原，你来新疆请记住这个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斯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乌勒克恰提乡玉器塔什草原。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今天521，我要表白了，祖国呀，我要向你表白。大家好，我是江小兔。祖国呢，今天521，我要向你表白，我爱你。哎，你看看，祖国啊，你看看你把新疆建设成什么样了？你以为喀什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吗？不，古城只是喀什的一部分。现在呢，喀什是现代化的城市了。这里除了环境无法改变外，其他的一切都在被现代化改变。你看看祖国把这里建设的多么的现代化，这里已经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那个落后边陲小地了，这里已然变成了我们的边陲贸易重地。现在呢，是我们祖国的西大门，这里已经是面向中亚、南亚的物流分拨中心和加工中心。2023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96亿元，2024呢要突破700亿元了。哎，你看看，这里已经是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枢纽了。这里呢正打造面向中亚的锂电产业园，这里未来无限远大。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小谷，我向祖国表白。
几十年前，这里只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城。你看，在10几年，这里从一片片荒地变成了一座座高楼，家家户户住进了新房子。你看看，我们的祖国把这里的人民变得多么的幸福。开始就是一个古老的诗歌集，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一篇篇美丽的诗歌。今天，美丽的诗歌在这里重新写下历史以来最华丽的诗歌。我们开心的一起写下新世纪的篇章。朋友们，你看看，祖国正在让浙江变得越来越美丽。祖国，我要向你表白，我们爱你。如果不是他抬棺出政，誓死收复新疆，现在大家到新疆可能就要办护照了。他被称为自李世民之后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他就是晚清名将左宗棠。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人，那又是谁？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半个中国，极大削弱了清朝的国力，清政府对地方的管控越来越弱。1864年，各路叛军在新疆建立多个割据势力，其中一个外部势力阿古柏在1867年宣布建立弘复汗国，凭借军事优势，1871年占领新疆全境。随后，沙俄借口帮忙安定边疆，以代为收复的名义占领了伊犁。当时的清廷由于国家财力问题，对于收复西部的新疆还是海防东部的日本犹豫不决。左宗棠据理力争，力排众议，最终说服慈禧，决定先收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钦差大臣，开始筹备出征，但大清国库早已空虚，拿不出足够的军饷，最终在红丁商人胡雪岩的帮助下才筹去了军费。1876年，左宗棠采用先北后南、缓兵齐战的策略，仅用1年多的时间击退阿古柏，成功收复了南疆和北疆。但随后沙俄出尔反尔，拒不归还之前占领的伊犁。左宗棠为表示自己誓死收复伊犁的决心，抬棺再次出征。1881年，沙俄宣布退兵，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尽管这依旧是一份不平等的条约，但那已经是当时的中国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1884年，在左宗棠的督促下，清政府将新疆地区设立新疆省，由中央直接管辖。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因病去世，终年73岁。作为一名新疆姑娘，我要感谢左公立下的丰功伟绩，正是因为他，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么安定繁荣的国家。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你说谁胖呢？我这叫丰满，你知道吗？你懂个屁呀！子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凭你这个身材，拿下董宇辉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吗？但是想要留住一个人，你必须要留住他的心；想要留住他的心，必须要留住他的胃。来，搞这么麻烦干嘛？他在哪里，我去把他抱过来就行了。不行，我们是女孩，不能那样。我今天教你做手抓饭，你必须要学会。正好叫我哥过来帮我们把把关，他舌头可挑了。哥，他长得帅吗？帅。哥干嘛呢？跟我来我家吃抓饭。我去了，吃过了，让休息。我闺蜜也在呢。我马上到，等我一会儿，我收拾一下。好的。帮我拿一下肉。肉。削皮刀，我给你找。这水干了，焖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学会了吗？啊，我会了。我小时候熬煮米饭了，我会了。那你做你那份，我要去切割了。好，这不很简单吗？来。我可是闻着香味就来了。闺蜜在哪儿？你给她打个下手，帮个忙。在里面。啊？你确定不是大厨吗？我闺蜜啊。哎呦，我吃过了，我饱着呢，我先走了，一点事。哥，已经做完了，你要去哪儿？走，我们先吃饭。你那闺蜜练举重的吗？咋我看着？哥，你不能那么说。我去拿饭了哦，你先喝着。好。哎，这是我做的。碎肉抓饭吧，看着卖相不错吧？看，这是我做的。啊，蒸了份米饭。这哪是米饭，这个是抓饭。哎，哥，鼓励他，这是为了留住董宇辉的。你叫鼓励啊？什么鼓励啊？我叫曲斌。哎，你查一下我这个饭，你看我能不能拿下董宇辉啊？哎，这不用看，我觉得你这个过件事就把董老师拿下了。你看这个生胚子。我可真会做过件事。是吧？谢谢你，你先吃饭。哎哥，你不知道董宇辉就喜欢胖的。
董老师吃完胖的不吃完壮的呀？你看他胡子比我还密，你再别扎着董老师了。你说谁胖呢？我这叫丰满，你知道吗？你懂个屁呀！哎，吃着呢，这份怎么没人动啊？这是跟董一辉做的。董老师昨天就走了。啥时候走的？昨天晚上啊。听说你闺蜜是苏比，人家连夜骑着汗血宝马跑回北京去了。哎，这会儿应该都到了，走的还真及时。那我这饭不白做了吗？都怪你！我说不做，你非要给我做这个饭，非要让我说什么做法，什么给东西做饭什么的，这不浪费了吗？等，那你就这么几天，好玩的地方都玩了吗？可不是嘛，他们只去了喀什、天池、独山子，还有好多地方都没去呢。那我的闺蜜还有机会了，要不我们一起再邀请一下她？新疆还有很多美景，还很多美食呢。吃的这个抓饭啊，这还有很多帅哥美女呢，还有很多独特的人文。再次感谢东方甄选节目组对新疆的宣传和推荐，同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春天来到伊犁河谷，夏天来到那拉提，秋天来到弘扬林，冬天来禾木。大北新疆欢迎你。